这里是甘肃张掖，眼前我们看到远处那个就是祁连雪山。进入河西走廊，一直都能看到祁连山，也能看到雪山。这个地方离马蹄寺大概就3公里左右。在甘肃开车行驶能够看到很多长城遗址，还有古堡遗址，这次也不例外。大家好，我是丘比，我又来了。大家看看我身后就知道了，我又来到戈壁滩上了。我一个人在戈壁上行走。我刚刚是走在那个县道上面，发现这里身后这里有个古城，所以就停下来看一下。在河西走廊，这种古城古堡特别多。大家可以看看，都是戈壁，一望无际的戈壁。这里有点像梯田你看有机器弄过的，可能它那个春夏的时候也要种植一点东西吧。戈壁滩都是这样的，很多以前说这里不种植，现在其实很多地方也种植了。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段明长城的遗迹，因为在整个河西走廊明长城的遗迹特别多，我们也看到许多。但是后来我走过去看一看，这个是一个城堡，一个古堡形式的，也就相当于那时候的军事要塞吧。其中3面宝柱比较完整，另外一面是靠近河，只是这个河干枯了。在古时候修建这样古城都是在河流旁边，包括我们前段时间看的黑水国也是如此。当然这个河流中的水都是从祁连山流下来的。这个古城的资料很少，只有在地图上能看到是在天罗城，走到附近没有任何的资料。这个天罗城也确实有，跟我们平时在河西走廊看到的古城差不多，也是有4个角，有角楼，也是4面形的。我们等一下走到里面去看一下，大部分已经被损坏了，现在只剩下一点点了。这个古城我们现在看到的话不是太大，长宽的话大概是160米左右，高度剩下的大概是5米左右。尽管现在看起来是在戈壁滩上默默无闻，但是在当年那个时候觉得这里热闹非凡。尽管说这个资料很少，但是在网上搜了一下，还果真有一个天罗城。但这个天罗城不是在甘肃张掖，而是在甘肃酒泉，传说是成吉思汗儿子的一个驻地。因为当时这边蒙古的时候嘛，成吉思汗的时候在这边也有镇守的。因为这个地方属于祁连山脚下，在古时候那个时候这里还算是交通要道就这样说吧，在这个地方因为靠近大西北，这个地方当年可能是游牧民族的生活地，就跟我们说在祁连山处也有一个皇城，它这里也是一样的，牧民聚集那个建了一个城，靠近祁连山，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说的栖息之地，也是一个军事要塞。这个就是古城。这个古城我们说古城一般都是有护城河的，它这里也不例外。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周边就是一条护城河，围着古城四周。而且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角楼非常巨大，就跟我们说的烽火台一样的，我们要走过去要绕一圈才能走进去，因为只有古城才能修建的这么大。如果是我们说的看到那个堡就是一个城堡或者一个村的那个城堡一样的，是没有这么巨大的。可以看看这个护城河，现在我们看的话大概有2-3米深，那个时候可能更深，宽度的话我估计也有7-8米宽。现在是杂草丛生看到地上全部都是这种鹅卵石，就当年建房子建城墙用的，可能是。看看这个就是城墙，这也有人走过的。其实宽度很宽，你看看这里宽一点，前面更宽，所以我们仔细看一下，黄土夯住的，其实层次感是一样的。看到没有？这里的城墙最起码有2米宽，就这个地方，它也是分2半组合而成的。然后那个黄土也是一层一层的，你看看，一层一层，然后里面有些小石头。现在留下的痕迹不多这里已经完全看不到居住的环境了。这个古城是时间很悠久的，在祁连山脚下面，所以就很多这样的城堡。大家可以看看这些砖这些泥土，就一块一块的，跟砖一样的，倒塌了。很多人说为什么雨水不会冲刷，有几个原因，一个是这个少雨缺水嘛，所以说一般的话就很难。这里面的环境也就是这样，看不到什么居住过的痕迹了。现在残高大概的话不到3米，这个上面的宽度大概感觉有70-80公分，然后这个角楼就比较大一点了。角楼刚才我们也看了，
它这里上面好像还有一个佛龛一样的，有人是最近放进去的吧？哇，还有人爬上去啊，这个太惊险了！看到没有？像上面的话，大概有1米多宽，凸出来的这个叫做马面，就是马面等于说站在这个地方，马面旁边，你看下面如果有士兵，就是敌方在进攻这个墙要翻墙的话，在这个马面可以击来犯之敌，就可以这样的从这边打过去。但你如果是说在这个地方，那你只能像头仰出去进攻，所以就没方便。所以的这个马面的作用是这样的，可以看到马面跟那个角楼互为犄角，就互为相互的阻拦来犯之敌。这上面挺宽敞的，1.2米多。哇，这个还有人爬上去，太那个了，太陡峭了，这个笔直上去的。以前的士兵不知道怎么上去的啊，看看那里有一个相当于是佛龛一样的，就那个小洞。这个古城通过这个马面可以看到，这个古城建设时间是晚于唐朝的，应该是可能是元明时候建立的。因为马面的发明好像在汉唐的时候还没有。还有比较奇特的是，在这个悬崖边上，就在这个城堡古城下面有2户人家，看到没有？比较小一点，这个就跟窑洞一样的。他还说是不是这附近有宝藏？这2户人家守着这个古城的宝藏，是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个真真假假谁也不知道了。但是这里确实有2户人家在这里，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搬走了。